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贼伦，欢迎再度来到我的白天不懂夜的黑特别企划。上次我们聊了解放西，聊了那里的人潮美食，还有人人抢着合影的坡子街派出所，但我们只是在门口，我们只是在街上。今天我们要推开那扇震动着低吟的大门，潜入这个不夜城的真正心脏——长沙的夜店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必须先打破一个迷思。当很多人，尤其是我们这种有点年纪的人，听到夜店2个字，脑中浮现的可能是昏暗的角落、混乱的酒局，甚至是一些不可描述的灰色地带。但在长沙，在解放西，你必须彻底抛弃这个老旧的观念。这里不是什么龙蛇混杂的色情场所，这里是年轻人的圣地。这是我在长沙蹲点好几个晚上得出最震撼的一个结论。这里的游戏规则跟其他城市完全不一样，而这一切规则的核心就藏在那些打扮的光鲜亮丽、眼神中充满自信的长沙女孩身上。好，我们直接切入重点。你想象中的夜店是什么样的？是不是一群男生聚在卡座，虎视眈眈地盯着舞池，等着捡尸或是寻找今晚的目标？在长沙，你把这个逻辑完全反过来就对了。我看到的是成群结队的女孩，她们才是这场派对的主角。她们精心打扮，穿着最潮的衣服。这里的潮不是指穿的有多暴露，而是指态度。她们可能是田库风、Y2K 风、国潮风，每个人都像是在走一场属于自己的时装秀。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非常直接，也非常坦荡，就是来玩的。他们不是被动的猎物，他们是主动的玩家，甚至是猎人。我亲眼看到一个卡座的女孩笑住举杯，直接邀请隔壁桌看起来顺眼的男生过来一起玩游戏。他们的眼神里没有那种扭捏和试探，而是一种我看上你了，你过来的自信。这就是长沙夜店的第一个震撼点：女性的主动权与社交自主。在很多地方，女孩去夜店可能还需要一点借口，比如我陪闺蜜去，我朋友生日。但在长沙，理由就是我想来。他们是来释放压力，来听音乐，来跳舞，更是来社交的。而这种社交包含了你所想的一切。他们会主动去认识新的朋友，其中当然也包括帅气的男孩。他们会大方地交换联系方式，会在舞池里找人 battle， 会主动发起酒局游戏。这跟色情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可大了。色情是一种基于交易或物化的逻辑，而这里是一种基于平等和自我愉悦的逻辑。女孩们不是为了取悦谁，她们是为了取悦自己。她们享受被搭讪，但更享受主动出击的乐趣。她们的快乐是建立在今晚我玩的尽兴的基础，而不是今晚我钓到了谁。这股强大的女性能量直接颠覆了整个夜店的生态。好，既然女孩们这么主动，这么自信，这么玩得开，那会发生什么事？答案很简单，全中国的男人都闻风而来了。这就是你听说的，长沙是男人的天堂，泡妞圣地。但这个泡妞，你得打个引号，因为与其说是男人来泡妞，不如说是男人们挤破了头，想来这个大型线下交友软体里获得被女孩们选中的机会。在长沙夜店，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男生的孔雀开屏、焦虑症。在别的城市，可能男生穿个 T 恤、牛仔裤就能去蹦迪，但在长沙不行。你如果穿得太随便，你连女孩们的卡座都进不去。我看到的男生一个个都精心打扮，发型抓得比谁都高，穿的都是最新款的潮牌，身上的香水味隔着3公尺都能闻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被挑选方。这里的潜规则是，女孩们开了卡座，他们是主人。男生们想进去玩，你得先展示价值。这个价值不是说你多有钱，而是你够不够潮，够不够帅，够不够有趣。所以大量慕名而来的男性游客，他们怀住今晚一定有艳遇的心情来到解放西，结果往往是站在舞池边上手足无措，因为他们发现这里的女孩，她们自己就能玩得嗨翻天，他们根本不需要你笨拙的过去请喝酒。我看到好几个男生鼓起勇气走向一个全是女孩的卡座，结果被女孩们起哄灌酒，败下阵来，灰溜溜的跑掉。这就是长沙女孩们的气场，有时候比男生还足。所以你问长沙夜店是不是男生的天堂，我会说它是高质量男性的天堂。你光有钱还不行，
你得有颜值、有品味、会聊天、会玩游戏。对于那些只想着卡油的低阶玩家，长沙绝对是他们的地狱。这种由女性主导的社交氛围，创造了一种奇妙的平衡。它激情，但它不低俗；它荷尔蒙爆棚，但它不猥琐。这一切都建立在玩这个字上。既然是玩，那长沙的夜店到底玩什么？这就是我要聊的下一个重点。如果你以为长沙夜店就是一群人在舞池里瞎蹦，那你就太小看它了。经过这几年的演化，这里的夜店已经高度细分化了，不同的音乐风格吸引的是完全不同部落的年轻人。先说 EDM 场，在这里社交反而是其次的，大家来就是为了释放。当 DJ 喊出 Put your hands up 的时候，全场上千人一起举手，一起跳跃，那种集体的能量释放非常壮观。这里的女孩男孩追求的是一种沉浸式的解压。 Hip Hop 嘻哈场，例如 Soundtech。 如果说 EDM 场是体育馆，那 Hip Hop 场就是街头篮球场。这里的氛围完全不同，更酷更松弛。来这里的人都是真正的嘻哈爱好者，他们穿着 oversize 的 T 恤、限量款的球鞋。他们不一定会挤在舞池里，而是三三两两的站在吧台，身体跟住节奏 rapping。舞池中央随时可能有人开始即兴的 dance battle。 这里的社交是圈层社交，你如果不懂嘻哈文化，你可能很难融入，但如果你刚好穿了他脚上那双限量版 AJ， 你们可能就能聊上一整晚。这里的女孩更酷更独立，她们可能自己就是 dancer 或 rapper。 棒屎弹跳场，例如 Big 8 BOL。 好，重点来了，这是我在长沙发现的宝藏。这是一种专门玩 bounce 音乐的场子。什么是 bounce？ 你可以理解为一种节奏感极强、非常 Q 弹像弹簧一样的音乐，而它衍生出了一种长沙独有的舞蹈文化，他们称为抱抱摇、包包腰。你别想歪，这可不是什么猥琐的舞蹈。我看到的抱抱摇更像是一种全民参与的带一点幽默感的健身操。它的节奏很快，所有人无论男女都会跟住音乐疯狂的上下弹跳、甩手摇摆。它之所以叫抱抱摇，是因为在某些特定的节拍点，舞池里的陌生人会互相搭着肩膀，甚至真的抱一下，然后再弹开继续跳。这太神奇了，这是一种瞬间拉近距离的社交方式。它非常激情，但它又非常光明正大。在这种欢乐的氛围下，所有的社交尴尬都被打破了。我看到一个女孩主动跑过去，跟一个跳得很嗨的男生一起抱抱摇，两人像弹簧一样跳了5分钟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然后各自散开，继续找下一个舞伴。这就是长沙，他把玩这件事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形式。有的夜店甚至还有 shots 挑战区和轮盘游戏。你喝酒不是为了喝醉，而是为了赢。在长沙蹦迪是一种竞技，是一种游戏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但如果你以为长沙的夜生活仅仅存在于那些大门之内，那你就又错了。解放西最魔幻的地方在于它的街头。凌晨3点，当夜店第一波高潮结束，成千上万的年轻男女从各大娱乐场所里涌出来，这时候解放西的下半场才真正开始。这条街就是一个巨大的人生 T 台，你在夜店里没玩够的，在街上继续。你会看到刚才在舞池里甩头的战神，此刻可能正毫无形象地蹲在路边摊，满嘴流油地啃着口味虾。你会看到打扮得像要去参加巴黎时装周的帅哥美女，在街头随地而坐，聊着天笑住。你会看到无数的直播主拿着手机，对着这片奇景大喊着老铁们，这就是解放西。你会看到卖花的小女孩、卖唱的流浪歌手、通宵摆摊的小贩和那些身价不菲的富二代，在同一条街上和平共处。这就是一种极致的混乱与秩序的共存。而维持这一切的定海神针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它，全中国最红的警察局坡子街派出所。这太魔幻了，在一个荷尔蒙浓度最高、酒精含量最超标的地方，它的 C 位地标竟然是一个警察局。而且这个警察局因为守护解放西这部纪录片，成了游客必须排队打卡的景点。这给了所有来这里玩的人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：你可以嗨，你可以疯，但你不能乱来。正因为有这种看得见的守护，长沙的女孩才敢这么放肆的玩，这么主动的社交。她们知道这里虽然激情，但是安全的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凌晨4点的麦当劳里，
你会看到喝醉的年轻人、刚下班的夜店工作人员，甚至是一些流浪者都趴在桌子上睡觉，而店员并不会驱赶他们。所以现在你再回过头来看长沙的夜店，你还会觉得它低俗吗？不，它一点也不低俗。它是一个能量的熔炉，是一个大型的社交实验场，更是一个年轻灵魂的圣地。它用最奔放的音乐、最激情的舞蹈、最直接的社交方式，去拥抱这一代年轻人最渴望的东西：被看见、被认同，以及活在当下。这里的女孩，她们用自信和主动定义了这场游戏的规则。她们不是谁的附庸，她们就是自己的女王。而这里的男孩，他们学会了，与其拙劣的狩猎，不如提升自己，去赢得平等的共舞资格。这就是我贼伦在长沙解放西的夜店里看到的真相。这是一个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这更是一个你必须亲自来才能感受到的充满激情与活力的魔幻人间。我们是 Lantern Drift， 一个什么都聊一些的频道。下次见。